嗨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汉。过年走春的三部曲影片，今天这支影片是第三部曲《永靖及西螺》。我们都知道，永靖、西螺这两个地方是非常有文化的历史城镇。串联这两个地方，到底有什么路线可以搭呢？今天由我来介绍在地的冷门老路线6881，从彰化园林到云林西螺。今天会带大家进入永靖老街、成美文化园、西螺老街、西螺福星宫、西螺大桥等等的地方哦。在开始之前，欢迎大家先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路线呢是6881号，从园林到西螺。今天我们会从永靖，然后再从北斗，最后再到西螺，我们一路开始跟各位做介绍。那么永靖、西螺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？跟着我走就知道喽。提到这条路线的历史，得要从台汽客运的时代开始说起。在省道公路客运盛行的年代，台汽客运手上有不少许多行驶主干道的路线。光是台中到嘉义的公路系列就有2条，一种是经过草屯，简称中草嘉线；另外一种是经过彰化、西螺到嘉义的路线。这个路段分成好几种区间行驶，有台中经彰化西螺到嘉义全程车，还有西螺到嘉义、台中到西螺、彰化到西螺等等。在30年前的时候，平均还有20分钟一班车。台汽客运在民营化之前释放公路客运的路线。台中到彰化、西螺、嘉义这个系列，包括区间车，一同转交给人友客运、园林客运来行驶。人友客运后来退出，留下园林客运独自营运。2011年实施公路客运4码编号，只留下西螺到嘉义、园林到西螺、台中到西螺这3个区间。这3条线分别是今天的6880。6881、6882，所以这条线以前是很多人在搭乘的哦。只是近年来因为少子化，加上私家运输不断的盛行，然后客源大量减少，所以6881在只剩下1车在行驶。OK， 好，各位，我们搭6881下来呢，第一站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成美文化馆哦。那成美文化园呢，它就在永靖乡这边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进去走走看，欣赏落羽松。我们第一站在永靖这里下车，永靖站牌的对面就是成美文化园。由于录影的日期是在2026年的1月中旬，带大家来这儿。目的当然是进去看看最后的落羽松喽。成美文化园进去参观是需要买门票的哦，一个人是300元。买门票之后还能获得1张抵用券100元，这个抵用券是可以用来消费园内的各种商品及饮料。买完门票之后，进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河园，园内种植许多松树、柏树。还有创办人的纪念亭跟铜像。成
美文化园其实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季可以欣赏，秋冬有落羽松，春季有紫藤花，夏季有紫薇花。刚好录影的当季是落羽松，画面可以看到落羽松已经正在转红，正是最美最好看的时候。走到落羽松大道的尾巴，旁边是成美文化园的主要历史建筑成美公堂。其实成美公堂是永靖卫家跟鼎新国际集团创办人魏和德家族的祖居，建于1885年。1917年的时候，再修建为2进双护龙格局。1950年，成美公堂的空间开始不敷使用。八房的子孙在不破坏古迹原有的结构下继续扩建空间。之后，这块土地的地产慢慢由魏家鼎新的4兄弟买下来。但是这间古厝历经数十年的风吹雨打，早已经破旧不堪。所以魏家鼎新的4兄弟希望能够修复这间古厝，回到完整的模样。2012年底修复完成之后，还邀请了魏氏宗亲350人全员到齐参与这一场盛大的修复仪式。成美公堂外面有一组非常特别的字创合体字，是由孔、孟、好、字这4个字组合而成，读成香。不少网红在这个字前面拍照留念，几乎是成美公堂的打卡景点。我们离开了成美公堂，再带大家欣赏外面的日式庭园。这个虽然是人工做成的庭园，但是很有模有样哦。这里适合全家大小一同散步，相信小朋友也会喜欢。开车来到这里，户外有停车场。这里的公车除了6881之外，从高铁彰化站还有7路可以抵达成美文化园哦。离开成美文化园，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去永靖上面的老街逛逛吧。就在成美文化园的旁边而已，从中山路台1线走进去到最后面，大概只有短短的600公尺。但是这条街蕴藏了很多永靖的历史哦。如果从永靖的历史说起，广东潮州饶平客家人来到台湾，在现在的永靖、埔心一带等等的地区来做开垦。在嘉庆年间的时候，在地人士希望有一条街市，于是向县令上呈私人集资来做申请。当时县令杨贵森期盼在地客家人、闽南人的械斗的情势能够减少，所以取名为永靖，也就是和平相处、永久平静的意思。老街的发展当然少不了宗教的历史。永靖老街上的永安宫建于1813年，由于永靖当地不少客家人居住在此开垦生活，因此这间庙主祀三山国王，护佑地方上的居民，让老街永久安定平稳。永靖老街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条私人发起的建街。1950、60年代的永靖老街是相当繁华的，旅社、食堂、酒家样样都有。老街的周边人口是永靖乡人口最多的地方，只是这里离车站远了一点哦，所以来这里要搭公车才行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再搭下一班6881，准备前往西螺喽。
我们现在经过田尾，清朝乾隆年间，先民来台开垦的时候，刚好这个地方位在浊水溪八堡二圳的下游，水流从二水流到田中之后已经是下游，上游居民称这个下游的地方叫做田尾。田尾的人口从1960年代到现在增幅变化没有太大，目前大概在2.6万人左右。田尾最有名的就是公路花园，以民生路、民族路以及公园路沿线为主要的观光路线。田尾的花卉年产量种类是全台湾的冠军哦，所以有花乡的称呼。田尾的饶平村通过了之后，我们紧接着要进入北斗。北斗自古以来是南彰化开拓历史的中心，是山海间的交汇点、交易中心。最繁盛的时期还有分成早市、午市跟夜市。早市主要卖山产，午市主要买海产。在早市跟午市结束之后，烈安宫前面的广场北斗夜市就开始营业，可以说是全台湾的第一个夜市哦。北斗在日本时代是行政、教育、经济重要的区域。日本时代的北斗甚至有3园的说法，这3园分别是景园、教园跟肉园。所以到现在走在北斗的街上，没几步路就可以看见一间卖肉丸的店面。北斗肉丸驰名全台，不少观光客来这里就是为了吃上一碗热腾腾的肉丸。现在我们来到彰化最南端的乡镇溪州乡。溪州乡过去原本是浊水溪冲积河床而形成的沙洲地，所以被称为溪州。不要看溪州的市区只有小小一个，实际上溪州乡是全彰化县面积第3大的乡镇市。彰南平原从八堡圳、四阿皮圳完成之后，形成大片肥沃的水田。溪州乡成为稻米的重要产区，面积这么大，溪州乡的农业稻作面积还是彰化县的第2名呢。在溪州市区中央路3段上面的溪州公园，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平地公园，面积是123公顷。如果说的白话一点，大概是5座的台北大安森林公园这么大吧。来这里玩上1天，可能都还逛不完呢。我们现在所走的溪州大桥是横跨彰化县以及云林县2个县的桥梁。当时西螺大桥的车流量越来越高，需要一座新的桥梁来分担，因此决定新建这座新的桥梁。1994年2月新建完成。完工后的溪州大桥命名一度产生争议，在西螺居民认为这座桥应该要叫做新西螺大桥。而溪州的民众坚持要以溪州为名，最后这座桥梁决定以溪州大桥为主要名称，别名叫新西螺大桥。海一线也改线走这里，而西螺大桥降边改为145线道，疏解西螺大桥庞大的车流量。881的终点就在西螺转运站，这里以前是台汽客运的西螺站。早期云林县境内的民众要搭客运北上或是南下的话，都要来到这里转乘。
不过近年来搭客运的人一年比一年还少，现在这里早就不比以前热闹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坐车到西螺这边来了哦。那紧接着呢，我们就带大家去西螺这边走走，看看西螺这边有什么景点。西螺老街就位在西螺的延平路上面。在日本时代，西螺是南北货物交易的重心。延平路一带的市集已经稳定发展，东西向沿街的店铺也已经完成。日本时代当时规划了好几个都市计划，在西螺都市计划里面有提到延平路拓宽之后，原本计划应该要延伸成15.5公尺，但是当时发生中日战争，物资非常匮乏，所以部分的建筑没有办法兴建。日本时代的延平路建筑大多都是昭和式的店铺，街道整齐美观，路灯、排水沟等等的公共设施已经完成，在那个时候算是很先进哦，相当的有特色。在西螺老街的第一站，先带大家逛逛西螺东市场里面吧。在西螺老街上的东市场是西螺镇上最早发展的市集，不过在日本时代是以主管棚架来搭起的。直到1950年代，东市场使用了新建西螺大桥剩余的木料，建筑为现在的样式。而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这部分是1965年的时候完工的。因为西螺的城市的重心转移，东市场逐渐没落，一度要面临被拆除的危机。后来罗阳文教基金会在2007年的时候发起西螺历史街区店家活化以及老屋再造计划，使得东市场被保存下来。修复完工之后，以文创市集来重新活化，让东市场有了新的生机。东市场里面的长廊是以前摊贩叫卖的地方，现在传统摊贩变成了文创店面，利用旧有空间装进新的主题，贩卖以西螺为主轴的文创小物。在东市场里面，还有仿造缩小版的西螺大桥，不少网红喜欢在这里打卡拍照。上方还有个观景台，观景台虽然不高，但是可以俯瞰整个西螺镇的景色。不过要了解这个地方，当然少不了宗教文化，所以接下来就去福星宫吧，来带大家去看看西螺的太平马。福星宫位在西螺老街的另外一头，由临济宗明海法师携带梅州圣母庙的神像来西螺。1723年的时候建庙，主祀天上圣母，后殿供奉观音菩萨，还有神农大帝、开台圣王、福德正神、哪吒三太子、祝生娘娘等神像。西螺这边最有名的绕境活动是罗阳迎太平，主要举办在农历9月，让境内的农民可以谢神、求平安以及保佑来年的丰收。在务农的社会当中，也配合秋收农闲的时间。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曾经取消绕境活动，直到2004年的时候，经过太平妈祖的允规，再次出巡绕境，并且遵循先人的传统，东边看到山，西边看到海，沿着浊水溪两岸绕境的范围。离开福星宫，沿着建兴路继续往前，带大家去看西螺大桥吧。不过西螺大桥目前在封闭中哦。这次的工程包含钢构补强、伸缩缝修缮以及桥面涂装整新，大约要2027年1月4日所有的工程才会完工。在日本时代，当时大多的公路桥梁就已经拓宽或是新建完成，可以行走汽车，就剩下浊水溪以及高屏溪没有办法通行汽车，因此地方人士多次陈情，希望能够在浊水溪新建一座桥梁。总督府交通局决定发包新建，不过新建的过程刚好卡到2次大战而造成中断。
进入国民政府时代，台湾省参议会议员提议用美元的方式继续续建西螺大桥，好不容易在1953年1月28日正式通车。当时西螺大桥是仅次于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的世界第2大桥，也是当时的远东第1大桥。1994年西洲大桥完工之后，西螺大桥转为小型车、机车、自行车通行的桥梁，大型车一律行走中沙大桥跟西洲大桥。这座桥梁通车超过70年，个人很期待完工后的模样。今天我们介绍了好几个地方：永靖、田尾、北斗、西洲、西螺5个城镇走好走满，还带大家去欣赏成美文化园的景色，以及西螺东市场、西螺老街、福星宫。这样的走春之旅，相信大家会很喜欢吧。好啦，我们这一集的内容也走到尾声了哦。等，还没有完全结束哦。过年期间我们不打烊，依旧持续上片。先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我们过年期间会开始讲日本之旅的3部曲哦。河口湖、日光、穿越的路线，我们会一一介绍。另外台湾的樱花季也开始了，还能搭公车去哪里赏樱呢？下次会介绍什么路线？大家敬请期待喽。好啦，今天介绍了6881的这条路线介绍了永靖，也介绍了西螺相信大家都知道永靖跟西螺的这个历史跟文化。好了，今天这一节内容呢，就为你录到这边喽。我是阿汉，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拜拜。